我爸说了，谁要是想要嫁给我的话，那么就送他一辆5系。但是娶我的话，那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是义乌或者是永康的。那么如果说是你要嫁给我的话嘛，随便哪里人都可以啦啊。那么彩礼的话是100万，有没有人敢上来的？永康姐姐是不是特别霸气？有没有男生愿意上来？咱今儿个可真得好好唠唠相亲场上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戏。主角是一位35岁的北京大妞，还有一位看着挺实诚的男士。那场面，哎呀妈呀，我这当红娘的在旁边瞅着，血压蹭的就往上窜。这位北京女士一现身，那气场可不是盖的。您想啊，35岁了，在北京这地界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头，工作上那肯定是有几把刷子，经济独立早就是小菜一碟。她打扮的那叫一个精致，妆容恰到好处。往那一坐，眼神里透着股子精明干练劲儿，一看就是个讲究人儿。男方呢，规规矩矩的穿着，脸上挂着几分礼貌性的微笑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奔着找个靠谱对象来的。刚寒暄了没几句，这北京女士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：“要不把你银行卡余额给我瞅瞅？”那语气就跟在菜市场挑菜，特随意的问摊主这菜多少钱1斤似的，轻松得很。男方当时就傻那儿了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心里估计在犯嘀咕：这啥情况啊？话还没老热乎呢，咋就扯到钱上了？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回了句：这刚见面不太合适吧？女士一听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身子往后靠了靠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咋了？心绪不敢啊？紧接着就开启了他的碎碎念模式：你瞧瞧，我都35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这儿耗着？咱北京生活成本多高啊，房租、吃喝、社交，哪样不得花钱？我一个人打拼到现在，后半辈子可不能过得紧巴巴的。找对象肯定得找个经济上能兜底的，瞅瞅你余额，不就图个心里踏实吗？男方这下可坐不住了，脸涨得通红，立马怼了回去：您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啊！咱俩还没认识呢，您就惦记着我兜里的钱。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，凭啥一见面就得给您亮出来？我是来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伴儿，不是来找个查账的。您要是这么看重钱，咋不去银行找个存款机过日子呢？天天对着看，多踏实。这一番话跟机关枪似的，怼得女士有点懵。我这红娘在旁边，刚想张嘴打个圆场，还没来得及出声呢，女士又开火了：你这人咋说话呢？我这是现实，可不是虚荣。年纪越大，越得为以后打算。我要是跟你成了，以后还得生孩子、养孩子，没钱咋整？你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，还相啥亲啊？男方冷笑一声：诚意？您一上来就要看余额，这就是诚意？我看您是对钱有十足的诚意吧？我也30好几了，钱是攒了一些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想找的是能互相体谅、互相扶持的人，不是一见面就把我当提款机的主儿。您在北京生活成本高，我就低啊，我也得攒钱买房，孝顺父母呢。您倒好，啥都不了解，就盯着钱。您这是相亲呢，还是谈买卖呢？这时候，周围其他相亲的人都纷纷往这边瞅，场面那叫一个尴尬。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，赶忙劝道：二位，消消气，咱有话慢慢说。刚见面，别伤了和气，相亲不就是互相了解吗？别一来就剑拔弩张的。女士白了我一眼，说：凤姐，我可没说错话啊，我这要求过分吗？在咱北京，咱这岁数的女的，谁不得为自己以后多想想？我又不是小姑娘了，还能谈那些不切实际的恋爱，不现实。男方也气呼呼地说：您为自己着想，我就得无条件配合啊，我还想找个真心对我的呢，您这么一闹，往后谁还敢跟您处啊？我这心里无奈啊，这俩人一个比一个绝。女士呢，确实年纪摆在这儿，在北京生活压力又大，想找个经济条件好的，让后半辈子安稳些。这心思咱也能理解，可这方式太直接，太伤人了。男方呢，辛苦挣的钱被人这么一惦记，心里能不窝火吗？咱再仔细琢磨琢磨，这女士为啥这么急着看余额呢？在北京这么个大城市，35岁的单身女性，周围得承受多大压力啊？家里亲戚时不时就念叨：啥时候结婚啊？朋友聚会，别人都拖家带口，自己孤孤单单的。工作上即便再出色，回到空荡荡的家，心里总归空落落的。眼瞅着房价一天一个样，物价也居高不下，
再想想以后要是有个孩子，那花销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所以啊，他就把经济条件当成找对象的首要标准，觉得只要钱到位了，心里就有底了，日子就能顺顺当当过下去。男方呢，他也有自己的苦衷，这些年在职场上拼命，为了升职加薪，熬过多少个通宵，加过多少班啊！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想着找个知心人一起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，结果一相亲就碰上这么个查账的，感觉自己的真心被人狠狠踩在脚下。他觉得感情得慢慢处，一上来就谈钱，太俗也太伤感情。这事儿闹得大家心里都不得劲。女士呢，本想速战速决，找个经济依靠，这下可好，把男方得罪了。这名声要是传出去，以后相亲指定更难。男方呢，本来满怀期待，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，对相亲都有点灰心丧气了。我这红娘当得，可真是左右为难。劝女士吧，她觉得自己没错，还委屈巴巴的；劝男方吧，他气还没消，根本听不进去。这相亲市场啊，咋就变得这么复杂呢？咱就说这大龄剩女相亲真不是件轻松事儿。一方面年纪大了，可选的范围确实比小姑娘小了不少；另一方面，自己心里的标准期望，经过这么多年生活的打磨，变得又高又硬。男士们呢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既想找个年轻漂亮的，又盼着找个懂事体贴的，还得防着有人惦记自己的钱。就拿这事儿来讲，要是女士换个招儿，先跟男方唠唠家常，了解了解男方的工作、兴趣爱好，慢慢引出对未来生活的规划，再委婉地把经济方面的想法说一说，说不定男方就能接受了。男方呢，要是能多些耐心，理解女士的担忧，心平气和地讲讲自己对感情的看法，也不至于吵得这么不可开交。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这俩人不欢而散。我瞧着他们各自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。这相亲啊，本应是个美好的开端，是两个人迈向幸福的起点，咋就演变成一场闹剧了呢？咱再往深了寻思寻思，这社会对大龄剩女的眼光是不是也太苛刻了些？35岁没结婚，就跟犯了多大错似的，家里催，朋友问，同事议论，压力一股脑全来了。女士们呢，为了扛住这些压力，就想赶紧找个避风港，结果一着急就容易走岔道。男士们呢，也被一些负面消息影响，对大龄剩女有些偏见，觉得她们要求贼高，特难伺候。其实啊，大家都不容易，大龄剩女们，她们有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有成熟的思想，有独立的事业，不过就是在寻找爱情的路上迷了会儿路。男士们呢，也都怀揣着对家的渴望，在相亲的浪潮里奋力寻找那个对的人。这事儿过后，我反思了老长时间。作为红娘，我得帮着双方消除这些误解，搭起沟通的桥梁。下次再碰上类似的情况，我得提前跟双方好好唠唠，把这些潜在的矛盾扼杀在见面之前，让相亲回归它本来的模样，让两个人真真正正有机会了解彼此，看看是不是真合适。